Hello， 大家好。这次疫情进一步放大了加拿大的住房危机。其实，加拿大的住房危机已经持续了近20年。对于年轻人来说，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只有少数人是受益者，而现实中大多数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加拿大国家银行发布的最新住房负担能力报告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他们所调查的所有住房市场负担能力都在恶化，其中多伦多最为严重。在多伦多，要买得起一套普通的独立屋，现在需要年收入近20万加元。根据最新的住房负担能力排名，加拿大人的房产负担要比美国人、英国人甚至新加坡人都要高。主要原因是加拿大的人均住房要比七国集团中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少。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容易解决，住房少，政府只要不断增加供应就行了。但是加拿大政府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样做会影响房价。加拿大是十分依赖移民的国家，现在的新移民进入加拿大，要么要支付高额的房租，要么要接盘高额的房价。而过去加拿大为了吸引新移民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是一张1890年的报纸，上面刊登了加拿大的移民广告。当时为了吸引欧洲人移民到加拿大定居，政府要向所有新移民免费赠送160英亩的土地。现在虽然加拿大人口已经增长到3800多万，但仍然是世界上人均土地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政府愿意，现在每人可以分到68英亩的土地，这相当于2/3个迪士尼乐园。如果要把加拿大的所有森林分给加拿大人，每人大约能分到9000棵树。这样的话，家家都可以拥有大 house 和度假屋，甚至是农场或庄园。然而事实却相反，尽管地广人稀，现在的加拿大人却是世界上房产负担最重、最买不起房的国家之一。在加拿大，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想要买房，比如每年新增的30万移民、成立新家庭的年轻人、进入大城市找工作的人、留学生等等。但是近几年来，房产负担能力正在不断恶化。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外国资本把加拿大的城市核心地产变为金融产品，另一方面，每年都会有新的税收或法规推高建筑成本。但是如果要在众多买不起房子的原因中找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就一定是人为的限制住房供应。物以稀为贵，为了实现奇货可居、囤积居奇，政府可以让任何合理的住宅建设都成为非法活动。而限制住房供应的手段就是使用分区法，人为的制造供应短缺，因为只有供应短缺才能保证房价一直上涨。就像中国国内一线城市限制汽车牌照一样，一块铁皮就可以炒到几万甚至10几万人民币。一起来看看人为的限制住房供应的分区法。这是一张温哥华的地图，在这个城市，即使是一间再小再破旧的棚屋都需要30万加元以上。在这个地图上，所有的黄色区域除了独立住宅 Plex 外，建造任何建筑都是非法的。多伦多也是这样，在多伦多的大部分地区，除了独立住宅外，几乎建造任何建筑都是违法的。其实美国也存在人为的限制住房供应的问题。这是旧金山的俯视图，这里是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之一。尽管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世界科技产业之都，并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增加了100万居民，但从住宅建设法律限制方面，旧金山的大部分地区定位仍然是人口低密度的郊区。来看看供应短缺对加拿大住房影响有多大。在7国集团中，加拿大的人均住房单元数量是最低的，要达到英国人均住房水平，加拿大至少还需要建造25万套住房，这大致相当于温哥华市房屋的总数。尽管加拿大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原因很多，但人为限制住房供应的分区法才是最阴损的一招。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